莫非是一個喜歡安靜的人。上個月，他搬到了一個新公寓，這裡環境很好，外面有大樹，他覺得很高興。白天，莫非在一家公司上班，他的工作很忙，每天要開很多會，所以他最喜歡晚上下班後的休息時間。每天晚上，莫非喜歡坐在沙發上看書，或者喝一杯熱茶。他覺得在這個安靜的房間裡，自己非常舒服。第一個星期，莫非的生活非常完美，沒有汽車的聲音，也沒有人說話的聲音，他每天都能睡一個好覺。可是，到了第二個星期，事情發生了變化，樓上搬來了一個新鄰居，莫非開始聽到一些奇怪的聲音。星期一晚上10點，莫非準備睡覺，突然，樓上響起了很大的腳步聲，好像有人在房間裡跑來跑去。莫非看了看手錶，心裡想，可能新鄰居在整理東西吧，明天應該就好了。他沒有太在意，閉上了眼睛。但是星期二晚上聲音更大了，除了腳步聲，還有東西掉在地上的聲音，砰的一聲，把莫非嚇壞了。到了星期三，樓上甚至開始播放音樂，雖然音樂不大，但是在安靜的晚上，莫非聽得清清楚楚。莫非在床上翻來覆去，怎麼也睡不着。他用被子蓋住頭，但是那種聲音還是能跑進他的耳朵裡。因為連續幾天沒有睡好，莫非覺得非常累。第二天早上起床的時候，他的眼睛紅紅的，頭也很疼。在公司裡，莫非一邊喝咖啡，一邊打哈欠。他的同事問他：“莫非，你生病了嗎？看起來精神不太好。”莫非無奈地回答：“我沒生病，是我的新鄰居太吵了，每天晚上都有奇怪的聲音，嚴重影響了我的睡眠。”同事建議他：“你應該去樓上找鄰居談一談，告訴他你需要休息，請他晚上小聲一點。”莫非搖了搖頭，他是一個很害羞的人，不喜歡和陌生人說話，他害怕如果去敲門會讓大家都不高興。我自己想辦法解決吧，莫非對自己說。下班後，他去超市買了一副隔音耳塞，希望能擋住樓上的聲音。那天晚上，莫非早早地戴上耳塞，躺在床上，世界突然變得很安靜。他終於開心地笑了，準備好好睡一覺。可是到了半夜，莫非又醒了，不是因為鄰居的聲音，而是因為耳塞讓他的耳朵非常疼，他只好把耳塞拿出來。剛拿出耳塞，樓上熟悉的腳步聲又傳來了。莫非看着天花板，深深地嘆了一口氣，這個辦法失敗了。第二天，莫非嘗試了第二個辦法，他在手機上下載了一個白噪音軟件，播放下雨的聲音，希望能蓋住吵鬧聲。雨聲聽起來很放鬆，莫非閉上眼睛，感覺自己好像在森林裡。可是樓上突然掉下了一個重物，咚！莫非瞬間清醒了，下雨的聲音根本沒有用，樓上的動靜實在太大了。他生氣地坐了起來，打開了燈。不能再這樣下去了，
我必須採取行動。墨菲決定寫一張紙條，貼在樓上鄰居的門上，這是一種禮貌的方式。他找出一張黃色的便簽紙，拿起筆認真地寫道：“親愛的鄰居，歡迎搬來，不過晚上有點吵，能不能小聲一點？”早上出門上班前，墨菲悄悄地走到樓上，把紙條貼在了新鄰居的門上。做完這些，他覺得輕鬆多了。下班回家時，墨菲特意看了一眼樓上的門，那張黃色的紙條已經不見了。鄰居肯定看到了，墨菲心想。到了晚上10點，墨菲舒服地躺在床上，他等待着一個安靜的夜晚。10分鐘過去了，20分鐘過去了，非常安靜。就在墨菲快要睡着的時候，熟悉的腳步聲又響了起來，接着是音樂聲，鄰居完全沒有改變，墨菲非常失望。墨菲坐在沙發上，看着天花板發呆，他覺得這位鄰居太不講理了，明明看了紙條，為什麼還要這麼吵呢？第3天，墨菲決定親自去樓上解決這個問題，他不能再逃避了。為了表示友好，他去水果店買了一些蘋果。晚上8點，墨菲提着蘋果走上了樓梯，他的心跳得很快，手心裡全是汗。他不知道鄰居是一個什麼樣的人，會不會是一個兇惡的大叔？會不會是一個不講理的年輕人？墨菲站在門前，深吸了一口氣，然後舉起了手。咚咚咚，墨菲輕輕地敲了敲門，裡面傳來了腳步聲。墨菲緊張地整理了一下衣服，努力讓自己看起來自然一點。門開了，站在墨菲面前的不是兇惡的大叔，而是一個穿着運動服的年輕女孩，她看起來滿頭大汗。你好，請問有什麼事嗎？女孩驚訝地看着墨菲，墨菲有些結巴地說：“你好，我是住在你樓下的鄰居。”墨菲把手裡的蘋果遞給她：“我叫墨菲，歡迎你搬來我們公寓，這是送給你的一點心意，希望你喜歡。”女孩笑着接過蘋果：“謝謝你，我叫林夏，真是不好意思，我剛搬來，還沒來得及去和大家打招呼呢。”墨菲猶豫了一下，還是決定說出真實的想法：“林夏，其實我今天來是想談談關於晚上的聲音的問題。”林夏聽了，臉一下子紅了。“哎呀，真的吵到你了嗎？對不起，我看到了門上的紙條，我已經盡量小聲了。”墨菲有些疑惑，盡量小聲，可是每天晚上都有很重的腳步聲，還有東西掉在地上的聲音，究竟在做什麼呢？林夏把門打開了一點，指着房間裡說：“你可以進來看看。其實我是一名兒童舞蹈老師，我在排練舞蹈。”墨菲走進房間，看到客廳裡沒有沙發，地上鋪着很大的墊子，角落裡放着一個音響，旁邊還有很多漂亮的演出服。林夏解釋說：“下個月我們要為一群聽障兒童舉辦一場慈善演出，因為白天要上課，所以我只能晚上回家練習。因為舞蹈有很多跳躍的動作，所以腳步聲比較重。
有時候我不小心摔倒了，就会發出砰的聲音。林夏抱歉地說。聽到這裡，墨菲突然覺得非常感動。原來那些吵鬧的聲音背後，是為了幫助那些可愛的孩子們，他不再生氣了。原來是這樣，墨菲溫柔地說，這是一件非常有意義的事情，辛苦你了，林夏。可是，我也需要保證休息時間。林夏連忙點頭，我完全理解，我的練習確實影響了你。我們商量一個時間表吧，這樣我們互相都不會被打擾。墨菲想了想說，我平時晚上10點準時睡覺，如果你能在10點之前結束跳舞練習，對我就沒有任何影響了。沒問題，林夏高興地答應了。我保證以後晚上10點以後絕對不跳舞，保持安靜。謝謝你的理解，墨菲。墨菲也笑了，不客氣。如果你需要幫忙，比如準備演出的道具，周末的時候可以隨時來找我。2個人愉快地握了握手。墨菲離開了林夏的家，走下樓梯。這一次，他的心情非常輕鬆，甚至還哼起了歌。那天晚上，墨菲躺在床上看書，樓上仍然有腳步聲和音樂聲，但他不再覺得煩躁了，因為他知道那是什麼聲音。時針慢慢指向了晚上10點整。突然，樓上的音樂聲停止了，腳步聲也消失了，房間裡恢復了以前的安靜。墨菲看着牆上的鐘，會心地笑了。林夏真的遵守了他的承諾。墨菲關上燈，閉上眼睛，很快就進入了夢鄉。之後的每一天都是這樣。白天，墨菲努力工作。晚上，他享受着規律的生活。10點之前有舞蹈聲，10點之後是安靜。到了周末，墨菲有時候會主動去樓上幫忙，他幫林夏搬運沉重的音響，或者幫他一起畫演出用的彩色海報。在幫忙的過程中，墨菲了解到林夏是一個非常有愛心的女孩。除了跳舞，她還很喜歡養植物和做飯。有一天下午，林夏做了一些好吃的餅乾，特意送到了墨菲的家裡。這是一種表達感謝的方式。餅乾非常甜。墨菲吃着餅乾，心裡覺得很溫暖。他發現，有時候去和鄰居溝通，並不是一件可怕的事情，反而能交到好朋友。終於到了演出的那一天，林夏邀請墨菲去劇院觀看。墨菲穿上了自己最喜歡的襯衫，早早地來到了劇院。舞台上，林夏和他的學生們跳得非常精彩。那些聽障兒童雖然聽不到音樂，但是他們用身體表達了快樂。演出結束時，全場的觀眾都在熱烈地鼓掌。墨菲也站了起來，用最大的力气為林夏鼓掌，他為他感到驕傲。演出結束後，林夏跑下舞台，找到了墨菲，他的臉上帶着開心的笑容。墨菲，謝謝你能來看我們的演出。墨菲真誠地說，這是我看過最棒的表演。現在我知道，你每天晚上的砰砰聲，都是世界上最美的聲音。從那以後，墨菲和林夏成了非常好的朋友。
他們有時候會一起在周末去公園散步，或者一起去超市買菜。墨菲不再覺得住在公寓裡很孤單了，有了一個好鄰居，生活變得更加有趣和豐富。他很慶幸自己去敲了門。幾個月後，又有一個新鄰居搬到了墨菲的隔壁。這次，新鄰居是一對帶着小狗的年輕夫婦，小狗有時候會叫。墨菲聽到狗叫聲，沒有像以前那樣心煩，他微笑着找出了一個精緻的小盒子，裡面裝了一些狗餅乾和一張卡片。他拿着盒子，主動走到隔壁，敲了敲門。他對新鄰居說：“你們好，我是墨菲，歡迎搬來，這隻小狗真可愛。”遇到問題時，溝通總是最好的解決辦法。不要害怕表達自己的感受，也要學會理解別人的困難，這就是鄰居的意義。現在，墨菲的公寓樓是一個充滿歡聲笑語的地方，大家互相幫助，互相尊重。墨菲覺得這裡就是最溫暖的家。每天晚上10點，公寓依然會準時變得安靜，這已經成了墨菲和林夏之間的一個不用說出來的美好約定。如果你也有一個吵鬧的鄰居，你會怎麼做呢？是戴上耳塞自己忍受，還是勇敢地敲開他們的門去溝通呢？也許，門後藏着的不是麻煩，而是一個正在努力追求夢想的人，或者是一個即將成為你最好朋友的人。故事講到這裡就結束了，希望你喜歡墨菲和林夏的故事。在學習漢語的路上，也祝你每天都有一個好心情。記住，溝通是橋梁，用禮貌的話語不僅能解決生活中的煩惱，還能幫你練習更多的中文表達哦。明天的陽光依然會很好，無論遇到什麼困難，像墨菲一樣勇敢地邁出第一步，你會發現世界充滿驚喜。晚安，朋友們，放下手機，閉上眼睛，聽一聽周圍安靜的聲音，享受這個屬於你自己的美好夜晚吧。期待下一次的 Podcast 故事時間，我們會帶給你更多有趣、實用、貼近生活的中文故事。下次見。感謝您的收聽。如果您覺得有幫助，歡迎分享給同樣在學習漢語的朋友。祝您好夢，再見。